月18号 Apple Store 静安店的第一次，应该不算是正式营业啊。因为今天是媒体场，这次的媒体卡白玉兰苹果的这个 logo， 然后它是一个凸起的带纹理的设计。好，大家好，小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3月18号距离 Apple Store 上海静安店开业还有3天，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媒体提前探营我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家号称是规格最高的 Apple Store 国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消息一出来的时候都在说规格最高。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前期资料，占地应该是3000多平米，投资了超过8000万这是一个超大开箱。这个就是它一进门的位置，外部的这个广场的这个弧面的玻璃，进来之后是它的1层，往下走它是一个阶梯，然后下面巨大的一个空间。它原始呢是有8根柱子然后它用织的这个装饰板，然后给它包起来了。这个柱子呢就是原来的柱子，所以下面就是一个单独的巨大的空间。然后它下面没有做任何的隔断，就是这几根柱子。但是我觉得这几根柱子可能是因为承重的需求也是特别的粗，所以相对来说突兀一些。但是它做了这种银质的包裹，所以看起来是有些科技感的。这次静安店专门设计的一个 logo 是上海市花白玉兰。在这儿问大家个小问题就是在哪年确定白玉兰是上海市花的？你可以打在公屏上。上面还有2块左右。右手边这边呢是它的一些 iPhone 的这个展示，可以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些 iPhone 的一些配件。这边就是 Pick Up 它的到店取货的这个区域。已经订好货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 Pick Up 区进行一个取货。那这边有为媒体朋友们准备一个小礼物。我一过来问，马上就说有小礼物。那这边我们就会提前帮客人准备好我们的商品。那这个是今天为媒体朋友们准备的礼物。那如果不方便拿的话呢，待会儿可以先放进来，离开前可以拿的。方便，先拿着吧。然后从左手边的话 ，Hello， 又见面。是 iPhone 的这个展示区，然后还有一些配件，然后还有一些第三方的配件。这是 Apple Music 的专区，摆成了一个花朵的形式，悬空感。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今天看新闻说，这个 AirPods 可能会出降噪的一个版本，就是基础的那个。哇，这个表带这么多！我应该是第一次见这么多表带。有一个小小的通道，这个空间呢，就是专门针对中小企业，也就是商业客户。就比如说，公司做一些集采的话，然后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洽谈室。从2层的这个位置往下看，就感觉空间感巨强。说实话，我刚从马路广场开这个门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会不会很压抑一进来，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下沉广场，整个层高也不是特别高，但是进来之后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它整个这个大厅呢，基本上是一个全对称式的设计，各种各样的 iPhone Pad 的一些配件这每一个游戏图标，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一个 iPad Pro 在里面反正是一块屏幕。你正在玩哪个游戏？这块玻璃呢是有厚度的，所以从侧面看过去的话，这玻璃还有点科技感。然后正前方这里就是 Today at Apple， 就是培训上课做一些分享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位置还比较大右边呢基本上就是各种各样的 Mac HomePod 把这个 HomePod 立在墙上。如果要是家装可以搞这样的话，还是挺特别的。它需要应该小支架吧。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些第三方的配件。在这家店的员工介绍环节，我们了解到服务这家店的有超过150名店员可以提供中日韩西班牙马来语这个多种语言的服务，而且最关键的还表示可以提供25种不同的方言服务。我觉得这个很值得点赞很本土化。在小伙伴介绍环节有2个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有听觉障碍的女生，她用手语非常流利的帮我们介绍了一下在这里的工作。另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大学的退休教师她来兼职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这个人群来说，这个做服务的时候可能同理心会更加强一些，就是知道他们想表达什么。对这个听障人员呢是有助听设备提供的。在它下层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进来的那个通道，这个门呢是直接相连地铁站的，两边都可以走。这家店的位置呢，就在静安寺的正对面这个地方我昨天晚上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房价
周边应该是在10万块钱左右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是一点毛病没有的。但是苹果呢，采用了一种非常低调吧，我觉得有点那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在这个下沉广场，而且还不是正中心啊，这个两侧做了2个非常小的 logo， 然后下来了之后才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这个下方呢，大概是有2层多，不到3层楼的这个高度啊。说它是规格最高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就取决于它的工程造价啊。如果你对 Apple Store 比较熟悉的话，其实地下的这种店，苹果是开了很多家，比较标志性的就比如说纽约的第5大道店，还有浦东的上海那第1家店啊，这个是上海的第8家店了。一个上海已经有8家店了，果然是魔都。那2家店呢，它上面都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玻璃房子，城市中心广场的那个意思是比较强的，就是有一个大大的 logo 在那。但是这家店相对来说就低调多了，但是进来了之后啊，还是比较震撼的，尤其是它的这个穹顶上方的这个灯呢，会随着环境光的这个变化呢而自动调节色温。另外还有一家店和这个静安店呢，在整个设计上面我感觉非常相似的，就是意大利的米兰店，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去过啊？它其实是一个阶梯广场，然后走到尽头的话，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没那么大的一个玻璃房子啊，然后进到地下，整个那个感觉和这家店是比较相似的。还有一家就是新加坡的这家店啊，那个是比较有名的，它有点像一个圆形的外星飞船啊，但其实它进去之后，里面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这个还是要进到地下，然后和旁边的这个地下商业是连在一起。原来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商品批发市场，原来这里也是有一个广场的，然后有这个喷泉啊，周边全是各种各样的商场林立啊，还有各种高档酒店、写字楼。但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有点故意的把自己隐藏起来的那种感觉啊。应该是在3月21号的晚上7点啊，它是正式开业。如果你在附近的话呢，可以过来看一看。应该在3月21号也会有这个小礼物啊。这是今天 T 恤吗？哦，哎呦，这次不是 T 恤啊，是一个小小的徽章，也是白玉兰的。现在我们揭晓答案啊，是1986年成为了上海市花。不知道小伙伴猜对了没？手提袋啊，这是没有衣服了。它这个应该是某种环保材料，好像是那种防水纸。点赞本条视频就可以了，我们将在微博把这2个东西抽送给大家。OK， 本期提前谈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更多的精彩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关键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